说实话，观察了身边这么多年入百万甚至上千万的高手，我发现他们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，他们对世界的容错率极高，对人性的灰度接纳程度极深。在心理学上有一个很扎心的结论，一个人的社会化程度越高，他能容忍的灰色地带就越宽。相反，那些活得最累、最愤青、最容易撞墙的人，往往还困在非黑即白的童年逻辑里。咱们回想一下，小时候看电影，第一反应是什么？一定要问父母：爸爸，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？在孩子的世界里，逻辑非常简单，好人就该万丈光芒，连脚后跟都是香的；坏人就该十恶不赦，连喘气儿都在冒坏水。可悲的是，很多男人虽然长了胡子，结了婚，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10几年，心智却依然停留在这种投射阶段。你看现在的社交媒体评论区，这种现象最严重。某个博主说错一句话，那就是人品败坏；某个朋友上次聚会没买单，那就是这种人不值得交；某个同事稍微拍了领导个马屁，那就是奴颜婢膝的烂人。这种爱憎分明的背后，其实潜藏着一种思维上的深度懒惰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给别人贴标签，搞情绪化审判是最省脑细胞的。你不需要去研究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，不需要去拆解他背后的利益诉求，更不需要去复盘复杂的环境因素。你只要心里骂一句这人真渣，你就爽了，你就站在道德高地上了。但兄弟，你爽完之后，现实问题解决了吗？你的职场瓶颈突破了吗？并没有。这种非黑即白的逻辑，只会让你看谁都不顺眼，觉得全世界都欠你的，觉得除了自己之外，所有人都是脏的。你要记住，如果你非要在灰色的现实社会里寻找纯白，那你注定会碰得头破血流。咱们男人到了这个岁数，大多是家里的顶梁柱，在公司可能是中层或高层，在职场最考验一个人的灰度思维。我举个最常见的例子，你可能有一个领导，脾气极臭，说话夹枪带棒，甚至还喜欢抢下属的功劳。在黑白分明的人眼里，这人就是个纯混蛋。老子不干了，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，这叫骨气。但在拥有灰度思维的高手眼里，他会怎么看？他会把这个领导进行颗粒化的拆解。他会告诉自己，这个领导人品确实一般，性格缺陷也明显，但这不妨碍他业务能力极强。他在行业里的人脉是你能利用的，他对手头项目的掌控力是你需要学习的。而且最关键的一点，他现在急需做出业绩，而你恰好能提供这个支撑。这时候灰度思维就开始发挥威力了。你要做的不是去喜欢他，更不需要去归捧他，而是和他达成一种功能性协作。我不要求你是个完美的圣人，我甚至允许你有一点坏，只要在此时此刻，你的坏不至于伤害到我的核心利益，而你的资源能帮我把事情办成，那我们就是最好的合作伙伴。这不叫虚伪，也不叫圆滑，这叫功能性视角。在真正成大事的人眼里，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好人和坏人，只有能不能把事办成的人。就像任正非先生曾经说过的，灰度是我们在走向成功路上的必修课。如果你没有这种包容复杂性的能力，你连一个团队都带不动，因为你没法跟那些有才华但有毛病的人共处。再聊聊咱们的朋友圈和家庭生活，很多兄弟过得痛苦，是因为他对身边人的要求太高了，总是带着一种道德洁癖。你觉得好哥们就得为你两肋插刀，只要有一次他拒绝了你的求助，或者在你落难时稍微犹豫了一下，你就觉得我看错你了，你变了，你这个小人。你觉得爱人就该永远理解你，只要他偶尔流露出一点虚荣，或者在家庭琐事上计较了一番，你就觉得这日子没法过了。他怎么变得这么俗气？
这种追求100%纯度的关系，本质上是在自寻烦恼。拥有灰度思维的人，允许朋友是60分的。他知道每个人都有私心，都有软肋，都有自己那1亩3分地的难处。他能接纳对方在大是大非上不坑我就行。至于那些偶尔的计较、小小的虚荣、人性的软弱，那都是人性的必然，像影子一样无法消除。中国有句古话叫水至清则无鱼，这真的不是教你圆滑，而是教你生存。大家都在生活的泥潭里打滚，你不能因为嫌泥潭脏就拒绝走路。聪明人的做法是穿上一双防水的皮靴，在泥坑里也能走出自己的节奏。你能容得下朋友的平庸，容得下爱人的世俗，容得下合作者的私欲，你才算真正长大了。更深一层的灰度思维是用来对付你自己的。我发现很多中年男人活得特别拧巴，白天在外面装得坚强稳重，晚上一个人的时候，会因为自己内心产生的一些阴暗念头而感到羞耻。比如，你看到曾经不如自己的老同学发达了，你心里那一瞬间产生的嫉妒；比如，面对繁重的工作，你突然想抛下老婆孩子去流浪的逃避感；再比如，你为了签成一个单子，不得不说了一些违心的场面话。如果你是黑白思维，你就会陷入自我攻击：我怎么变得这么势利？我怎么这么自私？我太坏了。这种内耗比外界的压力更杀人。而一个拥有灰度思维的人，能坦然接受自己的阴暗面。他会对自己说：我产生嫉妒心很正常，这说明我有上进心，我还没彻底躺平。我感觉累了，想逃避也很正常，这说明我需要休息，而不是我无能。他能和那个不够好的自己握手言和。他明白，人性本来就是神性和兽性的结合体。你不需要做圣人，你只需要做一个在阴影中依然努力寻找光亮的普通人。说了这么多，我们到底该怎么培养这种能力？其实不难。每当你遇到让你愤怒、恶心、看不惯的人或事时，别急着扣帽子，先给自己3个呼吸的时间，问自己3个逻辑问题。第一，他的动机是什么？不要只看结果，要看逻辑。他这么做是为了避嫌，还是为了获利？当你理解了他的逻辑，你的愤怒就会消失一大半，取而代之的是理性的分析。第二，这件事里有没有我可以利用的正向资产？哪怕是一滩烂事，里面也可能藏着转机。哪怕是一个烂人，他的负面教材是不是也给了你警示？第三，如果剔除掉我的情绪，怎么处理最划算？记住划算这2个字。成年人的世界，利益是刚需，情绪是奢侈品。你要做的是利益最大化，而不是情绪最爽化。各位，这就好比咱们做视频、搞摄影，一张照片如果只有死黑和死白，那是没法看的，它没有细节，没有深度。真正高质量的影像，正是因为有了黑白之间那深浅不一、层次丰富的灰色过渡，才构成了质感，构成了世界的真实面貌。真正的成熟，不是眼里容不得沙子，而是眼里揉得进沙子，却依然能看清前方的路。别再逼着世界变纯洁了，也别再逼着自己变完美了。那是巨婴的幻想，不是强者的逻辑。如果你觉得内容有用，别忘了点个赞，转发给身边那个还在拧巴的兄弟。我是高维认知，关注我，咱们一起看透人性，认知觉醒。我们下期再见。